这什么啊？你们不觉得这里有股奇怪的味道吗？什么味道？死人的味道。这全都是血啊！还真让你说中了。这里的痕迹短而凌乱，并非刀剑所为，更像是被人徒手撕碎。血液溅上去的速度极快，受伤的人怕是很难活命了。你们看，小心！这边看看。有人在这上吊死了。既然敛了尸体，为何不收了这布条和地上的板凳呢？夜，鬼出于四方，又窥窃窗。惊恐悚异，此卷为是遗书，这是一名女子所留。夫君未归，她就遇到可怕的事，逼得她上吊自杀。他说有鬼从窗落，这大堂却是挂了不少画了符、写了鬼字的竹牌。莫非又是个闹鬼的客栈？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这外面有风雪，风却吹不进来，倒像是有人挡住了风。是鬼，鬼帮你挡住了风。你有完没完？行，咱们各找各的。去。
有没有发现什么？房间里确实留有很严重的打斗痕迹，但尸体都不见了，像是某年某月某日，大家集体消失了一样。那我们是怎么进来的呢？有门啊，也是哦。哎，什么东西啊？这断掌是被活生生扯掉的。从这腐烂程度来看，应该不超过4、5日。啊，那就说明，这个鬼啊，他还是在杀人。你看着我干什么呀？你好好想一想，我们进来客栈这么久了，说不定早已经被人家盯上了。唉，如果不赶快离开这个客栈，我们凶多吉少。哎，你们看门框上面。看来这只手指力惊人啊！要不是有武功痕迹，我还以为这里面的人是被猛虎撕碎的。这柱子都被打断成这个样子，怕是这个野兽也是打不过这个断手的主人吧？哎，竟然能将韧性这么强的铜炉劈开了！一剑把铜炉劈成这样，武功不低呀。不过还是在我之下。切，看我干嘛？剑痕从铜炉中劈开，剑锋却偏走3分，这个招式很像是招爷派的。还有，这个门框上的指纹和掌印也都是人所为，指力能嵌入1目寸余，还有爪纹浮于左右，这个就是昆仑派的外家功法。通过痕迹就能判断出武功和门派，这绝对是精通武艺之人才能做到。李莲花，你到底是什么人啊？又是昭月，又是昆仑，看来还真有一群武林高手在这儿打斗过。如果真的是武林高手过招的话，那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野兽的痕迹呢？方小宝，你有没有听说过江湖上有哪个门派是以驯兽为主的呀？喂，啊，干嘛呀？这大晚上发什么呆呢？不曾听说。哎，也是啊，这些人都去了哪里了？打完架不管是输是赢，自然是要离开了。这打完人便走，但这里是客栈啊，这些年一直荒在这里，难道这里没有人收拾了吗？这里死了这么多人，楼下还贴这么多符，不敢进来，有鬼啊！有双脚印啊！还真有鬼啊！什么东西啊？追！哎，叶处长，究竟是何物啊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。此乃非寻常之物。没错，力量和速度都非寻常之物，我们还是要小心点。你们是谁呀？住错了。哎呀，这里面有鬼，我们都不敢进来。啊，果然是有鬼啊！果真是有鬼啊！我们是看天色已经很晚了，本来想借宿一宿的，
这没有想到这里面漆黑一片，实在是瘆人的很啊！是啊，是啊，多年前这客栈死了很多的人，你们赶紧出来吧！我是村中的长老，来者都是客，你们要是饿了、困了，就到我家住一晚上。那就打搅了。没事，没事。废物！一个不会武功的游医，一个初出江湖的毛头小子都杀不掉，要你们有100余年了。当年祖上为了躲避战乱迁徙到此，直到10几年前有外人进入，我们村子才又与外人有了联系。请。几位请坐。这是我们村中常吃的野驴肉，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口味。没想到村里菜肴这么丰盛啊！多谢石长老的盛情，只是在下最近在礼佛。哎，我听说这个高山野驴十分的通人性，我实在不忍心，还是不吃了吧。啊，原来是这样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尝尝我们村中用冷泉酿的柔肠玉酿酒。这位少侠怎么不坐？好，石长老，实不相瞒，我这2位小兄弟与我一样，也都在辟谷。这美酒和这美食，实在是无缘了。原来是这样。是啊，确实有点可惜了。哎，石长老，您刚刚说的这个柔肠玉酿，是不是传说中习武之人喝完就能内力大增的酒啊？不错，10几年前呢，无意进村的人发现这柔肠玉酿可以增进功力，所以呢，就招来很多慕名而来的人。可是当他们知道这柔肠玉酿是用村中的冷泉所酿，便开始抢夺冷泉，砍伐果树酿酒。泉也枯了，树也砍光了，村子也被他们弄得一团糟。他们走了以后呢，我们就把村子的路给堵上了。这些年，只有今日3位到此，便再无人来过此地了。那这冷泉已经枯了这么多年，那这瓶又是从哪儿来？这么多年过去以后，没有人再抢这个冷泉了，所以山中的泉水渐渐的又有了一些。那村中的客栈就是当年为那些江湖人所建的，他们走了以后就没有人住了，所以一直荒着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哎，石长老，那这客栈到底发生了什么呀？实不相瞒，10几年前呢，江湖那些人为了抢夺这么一点冷泉，在客栈里头打了起来，血流成河。都过了这么久了，也没人收拾一下。哎呀，那里面有鬼！村民呢是打算去收尸，可是谁知道一夜之间那尸体都不见了，肯定是那些人变的，他们会伤人，所以谁也不敢进去了。哦，这竟然是这样啊！那幸好我们走得快。哦，对了，当年来这里人当中，可有一人常戴着鬼面具，做阎王打扮，被人称作为黄泉府主的人？黄泉府主？哎呀，来来往往的江湖人太多了，过去这么多年了，老身也记不住了。你们是要找人吗？那个人是我这位小兄弟一直以来仰慕许久的一个老前辈，他也未曾见过。哦，是啊，我听说连泉前辈也曾喝过这里的柔肠玉酿，我想追寻他的脚步，顺便问一下。实在是帮不上什么忙。这时日不早了，3位早点休息，明日一早我送3位出村。有劳了。饿了？我辟谷。哎，
那不是总得找个说辞吗？这一路过来，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没错，确实很奇怪。村民一见着我们就躲起来，避而不见。现在又准备了这么丰盛的食物，最好别碰。所以我看，这里肯定是黑店啊！切，又不正经了。这黑店不开在有人的地方，偏偏开这隐秘的角落。方乐斌，你有没有听说过呢？很多深山里面住着食人族，专吃人的。那这里的村民不也？不行，咱们去厨房看看。这什么也没有啊，肉都藏哪儿了？既然这村里吃的有问题，你们说，这黄泉府主会不会吃了这里的肉，喝了这里的酒就被暗算了？我记得苏小阳说过，查到他最后的行踪就是在石兽村，之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。莫非就是在这出的事儿？那间客栈里面确实出现过不少武林高手，还发生过打斗，但我并没有发现连泉的武功痕迹。或许呢，他并没有进过客栈。客栈呢，一般都是短暂的停留。要是真的有人在这里伐树酿酒的话，恐怕就要久居一阵子了。可是下午进村的时候，只有村民今年久居的屋舍，并没有看到什么外乡人新建的房子啊。难道那长老又在胡扯？其实根本没有人愿意留下来抢那山泉酿酒。他为何撒这样的谎？都听江湖传说这个柔肠玉酿，但你们有没有想过，真的有人喝过这个酒，到过这个石兽村？对呀，这江湖上从来只有柔肠玉酿的传说，却从来没有听谁说过自己喝过这酒。如果按照石长老所说，很多武林中人都来过此处，那江湖上应该有很多人到处吹着牛才是啊。柔肠玉酿可以增进内力，从何而来？许多人呢都慕名而来，却从未有人乘兴而归啊。我倒是听人说过，天鹰帮曾派弟子来寻过这柔肠玉酿，可后续是如何就不得而知了。你们想啊，来过这个村子之后的人都消失了，那他们去了哪里？不行，今天晚上得坚持一点，不能睡觉了。陌生环境，我素来保持清醒。方道兵，那守夜的事就交给你了，我先去睡了。反正我醒着也起不了什么作用。哎，真的有什么事，你可机灵一点啊。等等，我见你在客栈倒是一眼就能看出各派的外家功夫，你这武学造诣不错啊，就别给我装谦虚了，留下来指点一二，说不定还能保护保护我。哎呦，你真的是想听什么各门各派的什么武功秘籍啊、刀谱剑谱？你挑个大白天，我一字不落的背给你听。可是练武打架呢，还有保护大家的安全，就全靠你了。这方面你最擅长啊。老头子，你少在背后骂我啊！死狐狸！给，先泡过水，将就将就，能吃。不吃拉倒。哎，哎，谢了。哇，竟然会接啊！还以为你这个黑面煞星不用人力也不理人。还是现在这个失忆的样子好。
这里的东西你最好别碰。谢了。这人其实本性还不算太坏，或许正好能趁他失忆，好好改造一下。阿飞，你人生有没有什么理想啊？练武，练武不算是理想啊。练至上的武功。天下练武之人分两种，锄强扶弱，恃强凌弱。你可以成为人人敬仰大英雄，也可以成为人人得以诛之的大魔头。你会选择哪个？不重要。那我再换个问法，若是有人不小心得罪了你，你会怎么办？自然是杀了。那怎么行？古语有云：“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，善不积不足以成名，物不积不足以。”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哎，我就是想跟你说，习武之人一生浩然正气，不能因为一己私欲妄开杀戮呀，应当锄强扶弱。我知道你曾经误入过歧途，但人孰能无错呢？最重要是能够改过自新。哎，不听就不听，怎么还动手打人呢？什么味道？是蜡烛。蜡烛里面藏了东西，还是晚了，吸进去了些。是不是坏？你干什么？怎么样？这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。玉祥八卦镜，原来是10年前窦师宗的翠华山掌教。是铁扇门，苍阳学会说电话，是哪天当朱某飞，这是要开武林大会啊！你怎么都认识？这都是师宗多年的武林高手，这一个一个来，亡人抵挡，这一群一群来，他们得把我们都撕了。运气，必毒。李相夷，李相夷，李莲花，李莲花，真是的。方多兵，哎呀，刚才真是吓死我了。这幸好我躲得及时啊！刚刚有好几个怪物过来，那都是些什么人啊？你没事吧？
啊？我有什么事啊？不是你干什么呀？别动手动脚摸来摸去的，莫名其妙，整天的神经病似的。啊，怕你出事而已。那个蜡烛有问题，还好你没有点。我跟阿飞幸好上次那位白衣大侠出手相助。白衣大侠？什么白衣大侠？对，你可有见过白衣大侠？哎，还白衣大侠呢？刚才那几个怪物过来，吓都吓死了，直接躲在这个门后面，连个鬼影都不敢看。你也不早点过来。哦，竟是如此。刚才那些人逃走的时候发出一些喊叫声，怕是在召唤同伴，咱们最好赶紧离开。你的嘴是开过光吗？废话，动手！你猜这回白衣大侠会不会再出手？李莲花，快帮忙！难道是我想错了？他连剑都拿不到，不可能是白衣大侠。这果然动了一下内力，就支持不住了。李莲花，陆少侠，原来是你们，先一起杀退这些怪物。先别去了，把伤口包好，他们闻见血更兴奋。多谢陆兄方才出手相助。我路过，正好听到有打斗声，便过来看了一眼，没想到是你们。这个村子十分隐蔽，陆兄为何会在此呢？实不相瞒，3年前我与我的一位挚友，昆仑派乾坤如意手金有道，约好在这附近的八荒混元湖比武。可是我在这儿等了他1个月，始终不见他来。我去昆仑派找他才知道，他已经1个月没有任何消息了。此后，我便一直寻找金兄的踪迹。难道当日在女宅，你怀念的那位旧友，就是金有道？我们约好比武的日子就是3年前的今天。此后每一年的这一天，我都会来这附近等他。我相信，他绝对不会是失约的人。比武，乾坤如意手素有侠名，吉人自有天相。不过之前我来此处，附近都是山壁，今日却发现原本山壁的位置开出了一条路。我觉得奇怪，便走了进来，发现了这个村子。突然开出的路？想必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路，怕是这个村子一直留着一条与外界联系的通道，根本就不是什么隐士之所。他们身上还有吴心怀，难不成也和南印有关？南印，那个灭亡100余年的异族。若真是这样，恐怕就更糟了。现在莲花不知道被带去了哪里，他现在连剑都握不住，而真出了什么事，根本就抵挡不住。我不会让他有事的。你怎么突然也关心他的安危了？反正他不能死。咱们搞出这么大的动静，这长老、村民，居然没有一个人有反应。莫非这些村民是躲这些怪人去了？哎，小朋友，问一下，天黑了，叫你不要乱跑。难怪他们天一黑便不出门，就是为了躲这些人。这些怪物可都是武林中销声匿迹的高手，竟然全部都在这儿。金有道也是突然失踪，还曾和你约在这附近，难道也和这村子有关系？那间客栈到处都是武林高手打斗过的痕迹，必是神志清醒的人使出的招式才会留下的。
可刚才那些显然已经失去了神智。莫非他们是被引到这个村子里，中了什么毒，或者染了什么病，才变成这个样子的？若真是这样，难道金兄也是着了此道？糟了，看来莲花眼。既然客栈里打斗的人都还正常，应该发生过什么事？先前与你交手的怪物，是不是和客栈里是一样的？咱们再去看看，应该能找到些线索。天无绝人之路，绝起来真没有路啊！现在看来，这里画了这么多符，是住在这里的人为了驱赶失智之人辟邪用的。那些人血迹斑斑，动作快得更不像人，很有可能被当成鬼了。莫非是住在这里的武林高手，突然遭到了先前来到这儿，却已经失智了武林高手的袭击，所以这里才会发生这么惨烈的打斗？那也就是说，不断有人进到了这里，不断变成了怪物。李莲花曾说此处有昆仑派武功的痕迹。是他，我认得，前为掌，坤为爪，这当真是金兄的独门武功乾坤如意手。他当真来过这里，他现在究竟在何处？陆兄，江湖有传闻你是酒痴，你是酷爱喝酒吗？没错，但这有何关联？你可曾听说过这石兽村的柔肠酝酿呢？你说这就是传闻中的石兽村？不然呢？我曾和金兄说起过这柔肠酝酿。我虽不太相信酒能增进内力这件事，但我听闻此酒乃清泉所酿，想来必是香醇可口，一直想要一尝。金兄，我来呢，就是想提醒你，下个月比武的事情。下个月菊花山八荒混元湖畔，不见不散。八荒混元湖为何去那儿？去了不就知道了吗？届时比试完之后啊，有好东西送你。难道金兄当日说要送我的东西就是这柔肠酝酿？看来他正是为了这柔肠酝酿，才会在这里出了意外。这柔肠酝酿，当真是引人来此的骗局。之所以没有任何人说来过此村喝过此酒，是因为来过的人都没出去过。我记得这里之前有道暗门。在这安装密室定有问题，兴许能找到什么线索。这机关在上面呢。啊！我还道方兄和李兄乃是至交，没想到和阿飞兄也是如此默契。我和他不熟。我也不熟。碎眼，果然又是南影。
看样子像是断头而亡。这衣服上都是灰尘，没有血迹，而且穿戴整齐，断头之处有明显的撕裂痕迹。这尸体是干了之后才被断头的，周围连血迹都没有，这断头处也犹如碎纸。这是什么？鬼入妾屋，窃绝笔，最后一个笔字显然没有来得及写完。这个字迹和之前上吊那个屋子里是一样的，看来这具女尸是被挪到这里来的。可是人已经死了，为何还要将尸体风干，将它断头，把身体藏在这儿？他的头又去哪儿了？这又是什么南印的邪术啊？是之前那个怪物。这怪物，我似乎在哪儿见过。长老，长老，长老，人头神的使者们只抓到了一个，没有一次性处理干净。没想到这些人还真有点本事。不过，不用担心，客栈是人头神的涅槃之地，留在那儿那么多年，就是为了引这些人进入的。那里早就准备好了人头煞，只要这些人一沾到人头煞，便会和之前的那些武林高手一样，成为人头神的使者。你所说的人头煞，可是此物啊？你们竟然没事！这什么呀？好恶心啊！是人的头骨。外面地上的褐色液体，就是这些东西。藤虫，一旦藤虫养成，便会以其为引，制成各种邪术。这南印人尤善这种东西，所以他们将尸体的头割下，就是为了养着藤虫。藤虫，邪神标记，这确实是南印的藤术。难道他们就是中了这个东西，所以变成了怪物？先是罗摩天兵、夜火藤，现在又是这种东西。这南印人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无论如何，我们要找到那些作祟的村民，赶紧救出李莲花。之前被那些怪物围攻的时候，他们好像对斩下的人头避之不及。让人变成怪物的，也是人的头颅。难道他们害怕人头？我知道了，你还记不记得八荒混元湖上，我们看那些骷髅影子？山崖上的怪石倒影。对，我们一直以为那只是长得像骷髅的石头。我突然想明白一件事情，他们要用怪物来攻击我们，可这些怪物分明就分不清人啊！他们是如何保证自己不被误伤的呢？自然是躲起来，而且要躲，就躲在这些怪物害怕的地方。看来并非巧合，那些石头就不是什么自然奇观的怪石，而是人的头颅裹在泥浆里，垒在山崖上，用来驱赶怪物。对，他们一定躲在那附近。你们竟然没中人头煞！想让我们也变得不人不鬼吗？你们竟敢亵渎人头神！人头神，不过是饲养腾冲了尸体就被你们奉为神，还真是愚昧啊！上！
快把人头神给我抢回来！快抢啊！看来你们当真很害怕这陶罐啊！要是被人头神的使者找到这儿，一定会把你们给撕碎！赶快给我们放了！你们那些人头神可是怕极了这里人头骷髅，断不会进来的，不是吗？说，把李莲花带去哪里？哼，现在还问这些有什么用？只要是被人头神的使者抓去的，都活不过1个时辰，恐怕现在已经被分尸了。你要想知道人头神使者的据地，妄想！你若不说，我将这东西扣在你头上，做人头神的使者，如何？等等！别再往前走了，别再往前走了。那儿就是天坑地缝，是制造人头煞的地方。人头神的使者们都盘踞在那儿。怎么控制他们？这个没办法，只有等到太阳照进洞里的时候，他们才会变得痴痴呆呆。否则的话没有办法啊！再等等，等到太阳照进洞里的时候就可以了。这是李莲花的布袋，晚一分进去，李莲花就多一份危险。走。李莲花，李莲花，你醒醒！李莲花，怎么会有这么多血啊？你可千万别有事啊！我还有很多事情没问你呢，莲花，啊，你千万别死啊！我还有很多事情没问你呢。别吵了，我还没死呢，只是困了。你居然没事，还睡着了？你在这睡什么觉啊？别叫，来扶我起来。哪来这么多血？哎，这对付那么多怪物，能不见血吗？来来来，扶一下。哎呦，哎，谢了啊，也谢了。哎，手怎么了？包得这么难看。早知道你没事，谁还来救你？哟，下去。人世太乾坤如意手。秦兄，是不是你？秦兄，真的是你吗？原来他与陆兄果真是有些渊源。先前这位在客栈看似袭击我们，但并非有心伤害，因为他一早就认出陆兄所赠我的酒壶。秦兄，你还认得这酒壶？那你一定还认得我，对不对？我找了你3年了，终于找到你了。我就知道，你一诺千金，绝不会失约。我来赴约。
今年这幅百花酿归我。重样。好啊，能在我手里讨到便宜的，你是第一个。这酒就让给你了。在下今有道。陆剑池。没想到结果竟然是这样，他当真是金有道。也是这位金兄护了我的周全。幸好有陆兄送我的这个酒葫芦在。后来我才发现，这群怪人怕我才围在这个火圈之中，避开了他们。人没事就好。其他怪人在哪？这晨光照下来的时候呢，我发现他们的行动缓慢，于是把他们引进这个地牢，关了起来。真是好险，幸好你撑到了天亮。是啊，都累了一个晚上，实在是太困了。本来想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，就碰到某人，谢谢关心。不客气。男子汉这也疼啊！切。可是，为何金兄不惧日光呢？也许金兄的人头煞和10年前来的不太一样吧。人头煞？我在这里发现一些线索，这个天坑其实就是南夷人用来炼藤虫的地方。这些武林中人也是被他们骗过来当实验品的。但是这些藤虫似乎都并没有炼成功。这些南夷人真可恶。那黄泉府主可在这些人当中啊？这是黄泉剑。没错。黄泉府主的武器？那他不在这里。这是我在附近的石壁上发现的，证明他确实来过这里。黄泉府主有一招金蝉脱壳的剑法，是以折剑换生机，想必他早已脱险离开了这里。这岂不是又断了线索？你们竟然还活着！你快说，人头煞的解药在哪里？解药？人头煞怎么会有解药？把灵魂献给人头神的人，永远都是人头神的奴仆。你胡说！这天下毒药也好，蛊术也好，既然能治出来，就一定要解药。你快说！人头煞根本就没有解药，这是你们应得的惩罚。闭嘴！天大地大，天下的奇人异事何其之多，我相信，只要踏遍天涯海角，就一定能找到让金兄恢复的办法。三位，这次多亏有你们相助，我才能找回金兄。陆某在此谢过诸位了。陆兄，也别这么说，都没帮上什么忙。今日一别，相聚不知何年。各位保重。陆兄保重，保重。
哦，对了，之前我在天坑里面发现一些。